好消息，好消息！这次不是影子，是真机出镜，而且是全程拍摄。你敢相信吗？小编正吃着午饭，刷着手机，突然一条消息冒了出来：福建舰完成3型舰载机弹射起飞。好家伙，这2025年中国军迷到底要过几次年？年初放6代机，9、3月兵放火箭军，前几天再放霍20，这次福建舰终于不藏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说实话，小编一直到下午才有时间吃口午饭，饭还没吃几口就刷到了福建舰的消息，真是连口饭都吃得这么刺激。言归正传，我们先来过一下官方消息。9月22日下午，中国海军正式对外宣布，歼 15T、歼35和空警600 3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消息虽然不长，但放出的视频却很完整。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歼35乘坐自动升降机来到了航母大平层，由地勤指挥歼35到达弹射位置，然后空警600紧跟其后，随后弹射挡板升起，瞬间就把歼35弹射了出去。歼35在空中飞了一会儿之后，又顺利降落在了福建舰甲板上，然后就是空警600起飞和降落。完事儿，歼 15T 也进行电磁弹射，真牛！小编看到视频的时候还以为是假的，太梦幻了，好丝滑的弹射和降落。你要知道的是，这可是人类第一艘成功电子弹射5代隐身战机的航母，老美的福特级 F35都不行。之前有的人就在那里说风凉话，在那里阴阳怪气，还说福建如烈，你怕不是在做梦？这是上海修不好，换个地方去修而已。真的是弹射视频来之前，一堆妖魔鬼怪在那儿阴阳怪气，说福建舰不可能成功。现在这些人也就只能打嘴炮了。其实从一开始，小编就觉得电磁辐射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技术上更是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央视就公布了地面吨级亚音速电磁鞘成功运行，这个电磁鞘可以将吨级以上的物体最高加速到1030公里的时速，创造了大质量超高速电磁推进技术世界最高速的记录。同时100兆瓦级别的宽频变频供电等5大核心关键技术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知道电磁弹射技术早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只是看什么时候合适展示罢了。倒是有一群小丑在那阴阳怪气，看到弹射视频估计都要气坏了。现在好了，弹射视频一出，说明中国海军正式踏入了航海新时代，未来电磁弹射航母只会越来越多，时代已经变了，这会儿的福特级还不知道在哪里修呢。对了，小编之前做的那期南天门战机亮相长春航展，看见留言板不少人说这么一个科幻 IP 也有人信。首先您能观看我的节目我很欢迎，但好歹把影片看看完再评论行不？小编明明在影片里说了，南天门计划就是中国的一个阳谋，用来迷惑西方国家的。再说了，之前珠海航展不也放了个6代机模型出来吗？结果2024年底这个模型是不是真的试飞成功了？也就是说，当时展示给你看的不是模型，而是预热，给你展示出来的就是为了让你以后能够看到实物。所以你说现在放个南天门出来，西方国家信还是不信？所以现在在航展上看到什么机甲，还有南天门计划，西方国家都不敢再把它们当成假的看了。什么空天航母，什么鸾鸟战机，长春航展都把歼6改成无人机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南天门计划里面的东西就飞出来了。我就想问美国敢不敢跟？你敢跟我就量产。最近关于福建舰的新闻确实有点多，先不说这次3型舰载机弹射的事儿，小编捋了一下这几天福建舰的行程安排。9月10日午后，福建舰从上海长兴岛江南造船厂码头截缆起航，驶向东海，驶出长江口南侧航道，横沙线滩之后，转舵向南，朝着台湾海峡方向驶去。9月11日中午12时30分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P3C 反潜巡逻机在冲绳岛以西约200千米的东海海面上发现了正在南下的福建舰。此时福建舰正位于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即将进入台湾海峡。
9月11日晚间至12日，福建舰编队穿越台湾海峡，自台湾海峡北侧入口进入海峡通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机结束跟踪任务。9月12日，海军新闻发言人冷国伟正式表态，福建舰正在前往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9月12日清晨，山东舰从三亚基地港口出动，前出上百海里，直奔福建舰所在海域。两舰间距2海里，并排行进。南海双航母编队成型。9月13日到20日，编队继续南移。单从福建舰的这次行程来说，很多人会觉得，估计这次福建舰又在进行海试了。算上之前的8次，这次都第9次了，怎么还不能服役？确实，之前有不少人开玩笑说，福建舰这海试次数比我家孩子上补习班还勤快。不过小编觉得前8次海试有点像刚买车，先是刹车灵不灵，油门踩不踩得住，空调吹冷不冷。可这第9次明显不一样了，他不是上车练手，而是拿驾照上高速，背后藏着大国的雄心，也透着一股子你们等着瞧的劲。前几次海试说白了，主要是测试船体结构、动力系统、电力分配，类似我们刚买新车，先跑个磨合，偶尔出点小毛病也不怕，修一修就行。但这第9次呢，重点不一样，开始全流程综合测试了。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舰载机起降、指挥系统、雷达通讯，全都要一条线穿起来。这就好比学生前几次是分科测验，语文归语文，数学归数学，现在是大综合，语数外加物理化学一起上，看你能不能熬得住。所以一句话，前8次是单兵训练，第9次才是真正的合成营演练。再说电磁弹射，之前测试电磁弹射，主要是看能不能把飞机弹出去。简单点说，这就像小时候玩弹弓，先看皮筋能不能拉断，能不能把石子甩出去。这次不一样了，重点是能不能稳定的弹。比如说歼 15T 起飞是不是顺畅，速度能不能精准控制，不同重量的战机是不是能顺利弹射。就像这次爆出的弹射3型舰载机一样，一次就是3型，而不是一架一架试。这就不是单纯的能不能，而是好不好了。差别在哪儿？就好像做饭，之前是看你能不能点着火，现在是看你能不能炒出色香味俱全的宫保鸡丁。还有前几次还是舰载机飞行员心理压力很大，第一怕设备出问题，第二怕自己操作不熟。那时候起飞一次，心跳的比跳广场舞的大妈还快。现在呢，随着设备越来越成熟，飞行员也越来越有底气。这就好比新手司机终于赶上高速了，之前只在小区里转圈，现在能跑长途，还敢超车了。所以这次和前几次最大的不同就2个字：信心。飞行员心里清楚，福建舰真能拖得住他们。所以说，福建舰的第9次试航已经从我家孩子会走路了，变成我家孩子能跑100米了。而这背后映射的就是中国海军蓝水战略的逐步成型。你想啊，周边国家天天盯着我们航母进度看，前几次咱们不急不躁，慢慢来，这次主动释放更多细节，其实是在告诉全世界，别怀疑，福建舰已经快到交卷阶段了。那福建舰距离服役还差多久呢？很多人觉得福建舰这次南下是不是意味着能在国庆节前正式服役？业内观点主要分成2派，一派认为可能性不小，理由很直接，广东海事局已经划定了从9月15日到30日的航行禁区，每天都有2个小时的试验阶段，等于说在国庆节前半个月，福建舰每天都在安排起降测试。如果进展顺利，国庆节成为服役的时间点，既有纪念意义，也符合节奏。另一派则持更谨慎的看法，他们认为更可能像山东舰那样，在宣布南下1个月之后才举行服役仪式，也就是10月中旬。毕竟福建舰是中国第1艘电磁弹射型大型航母，也是亚洲迄今为止吨位最大的水面舰艇。这样的重要节点越是隆重越好，多留出一些时间，可以让舰载机飞行员更熟悉甲板环境，也能保证系统调试万无一失。无论哪种观点，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福建舰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在央媒发布的视频中明确提到，在过去的多次试验训练任务中，歼35为首的3型舰载机都已经在福建舰上进行了起降。而这次弹射舰载机的视频中，甲板作业人员穿着的也都是冬季作业服，而不是南方海区的夏季作业服。也就是说，这次曝光的福建舰3型舰载机弹射视频，并不是在本次南下南海的任务当中进行的，而是早在本次南下之前，甚至在至少小半年前，就已经在北方某试验海域完成了舰载机匹配试验的相关任务，只是一直没有官宣罢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福建舰会在国庆节服役吗？欢迎在视频下方聊聊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